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月月。在这个频道呢，我们会一起探讨宇宙的运行法则，还有地球游戏规则，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不单单当一个 NPC， 而是一个游戏玩家。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的地球运行法则，就是大家一定很熟悉的有关于业力这件事情。OK，你们听到业力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想到报应。还有吗？好像会过得很辛苦啊。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因为我相信在这个阶段，大家在无论人生的课题当中，一定都会遇到一些重复循环的模式一直出现，或者是说我们在经历一些好像怎么样都突破不了的关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报应，跟这个就是你的业力。所以我们来用不同的角度来拆解一下这个运行法则到底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很多人听到业力，一定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是不是就是前世做了什么坏事啊？我们是不是很常听到说前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今生这就是你的报应，这就是你要去经历的东西。你们觉得你们生活当中有遇过这件事情吗？就好像诸事不顺，然后好像这个宇宙就在整我那种感觉。我比较多就觉得是感情哦，感情业力。我好像也是感情你也是感情？哦，好有趣哦！还是这阵子大家都在感情的感情的回圈里面。你们不觉得我们前半年2025年上半年都在疗愈原生家庭的课题？好，每个人不一样。2025年前半年其实蛮多原生家庭的课题浮现，然后到下半年更多的是情感的课题慢慢浮现出来，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两个情感跟家庭业力，我们都会来好好聊一下。我先跟大家讲，业力它其实围绕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未被看见、未被完成跟未被整合的意识模式。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对不对？好，大家你们两个对自由意志的理解是什么？就是可以自己改写剧本。怎么样？就随心所欲好 OK， 其实业力啊，它大部分会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分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的确可能是你家族所带给你的情绪记忆，第二个呢是你此生就要带来要去完成突破的课题。可是第三个，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停留在第三个关系模式，就是你自己选择的模式，也就是你自由意志底下所自己选择的不断重复的模式跟剧本一直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虽然是自己产生出来的业力啊，会哦，而且业力会越扩越大哦。就是可能你的人生剧本它只是一个好，它就是要让你去体验你今天在遇到受伤的时候，你的反应是逃跑逃避，还是你的反应是面对？OK， 所以呢，业力它的前提是一定是有一个剧情是要让你去经验跟体验的。可是如果你逃避了，它就会形成业力模式，因为你逃跑的东西一定还会再出现，然后直到你面对它。那会加倍奉还吗？所谓的加倍奉还，有点像是你知道，让人类感到最痛苦的就是你一直在面对同一个模式，然后觉得自己没长大。我觉得大家的痛是来自于这个，所以你说会不会加倍奉还？我觉得在体感上是会有的就很像是你今天一个议题，你在原生家庭没有去解决，比如说你的依附课题，然后你在感情上面也没有去解决，然后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工作上的事件，它就会逼你面对。当你愿意去面对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你发现原来这个课题我在不同的人身上就已经不断的在经历了。那个痛苦来自于自责，就觉得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为什么我还是没有改变，然后用一样的模式在对待自己。其实我觉得加倍奉还那个痛苦感是来自于这个愧疚感。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业力它其实就是有分这些不同的模式，这三种不同的模式，然后要我们去修我们的反应，这个就是业力它存在的意义。什么叫做修我们的反应？你此生的这个灵魂，它就是有一个需要带来的惯性模式，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不适合，可是你又一直回头，然后或者是你在感情上面一直有一样的场景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要怎么断掉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来自于你的选择，选择面对它或者是逃避它。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只要我们选择面对了，这一个业力的线它就会瞬间断掉。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哈，为什么好像就像我刚刚讲的，好像就是有报应啊？为什么好像同样的东西出现在我面前好多次？其实等到你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很好，这是你的觉察第一步。下一步你要去思考的事情就是对，因为我有一个没有断掉的重复模式一直在发生。那个重复模式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好好的聊聊，为何我们会常常在这个重复模式里面无法自拔。业力模式它到底实际上是怎么样子运作的？我来跟大家分享哦。业力它的循环公式是会有一个事件来刺激你，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情绪反应的事件，那无论什么事件都是刺激你之后呢，你会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就像是有人打你一拳，你会怎么样？打回去。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我会问他为什么你要打我、先打回去再问吧。你们两个是打回去，不同场景啊，因为我现在马上出现的画面是他可能不小心打到我。OK， 你会有个自动的反应嘛？然后这个等一下。不能委屈自己。好好笑哦，我想到你们俩打回去的画面，我就觉得很好笑。你会有个自动反应的模式出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结果嘛，那个结果可能就是像你们两个就打回去，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不能再打你了，因为你是一个很有界限跟会守住自己立场的人。那这一个动作，你的内在就会形成一个情绪记忆，这个记忆呢，就会让你再次去吸引这件事情的发生。好，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看哦，今天你遇到有人在揍你一拳的时候，你的情绪反应是保护自己，对吧？所以下一次还会有人再这样子对待你的时候，你就会这一个情绪记忆养成的肌肉记忆，就会让你在每一次有人想要这样对待你的时候，界限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自然而然的能量就不会再次吸引想要揍你的人，反而你吸引的是不会轻易揍你，然后会保护你界限的人。OK， 所以气场是这样子养起来的哦。OK， 所以呢，当你养成你的气场的时候，那像刚刚你们两个人反应是揍回去，对不对？那如果有些人的反应是忍着呢？有些人的反应是把这个委屈自己吞下来，然后并没有想要斩断这一个自己内在都知道不健康的模式呢？那他就会进入到一个状况是他会一次又一次的来，重复。没错，因为你的灵魂的本质是非常非常高频有爱，跟你的灵魂本质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当你当下做的反应，人类层的反应是没有力量，是低频的，是委屈，是自责的话，那他就会透过再一次去考验你，看看你的反应会不会从低频变到高频，在还没有变到高频之前，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情，然后只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让你看见。举例来讲，我们刚刚说揍你一拳，也许不是肢体上的揍，而是言语上的攻击呢，言语霸凌。没错，同样都是在伤害你这个人身心灵的状态。直到我们没有让自己保持一个养好自己高频的气场之前，它就是会一次又一次的去出现在你们面前。所以大家都可以停下来去想一想，会不会其实有一些一直重复出现的旧模式已经发生了很久，也发生了很多次，也很明显的在你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着，但是我们忽略了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2025年年底在瓦解的一个东西，也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你看我经历这么多事情，然后瓦解了很多东西，我在复盘我过去的情感经历的时候，我都发现到说我这阵子有很强烈的感觉是，的确我为什么现在会跟这一个人分开，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很多迹象在告诉我这个人不适合了，可是我并没有去把他很认真的看待，很严正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内耗就是这样子发生的，你知道吗？内耗就是你其实看见事实了，可是你一直说服自己没关系，对，你就说服自己说 it's okay。 好，我举一个最简单最有趣的事情，我前几天才跟我学生分享。你知道我在跟我前段关系在一起之前，我的灵魂很聪明，我的灵魂那个时候第一天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因为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当时的我是很爱我自己的，所以我也很清楚知道说，一个很爱自己的人才有能力进入一段关系，才知道一段关系所要谈的爱到底是什么。然后很有趣哦，你知道当时我另外一半怎么回答吗？
他说我不爱自己，然后他说我不知道爱自己是什么。但这是我跟他确认关系的第一天，我问他的问题哦，然后他的回答已经很明显了，然后我也很知道我为何要问他这个问题，而他没有给我要的答案，但我还是选择继续跟这个人在一起。很有趣。为什么？我回去复盘这段关系之后，我才发现到说，我当时明明有一个我知道哪里不对的情况出现了，可是我选择妥协的原因是因为我内在会有觉得我应该可以改变他圣母情节对，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你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对不对？我教你，我很爱我自己我教你没错。然后呢，这一个圣母情节不单单发生在我的情感关系上面，在我的人际关系上面，友谊其实都有一样的状况。所以我这一年就一直在修这样子的课题，我走到现在我才真正做了一个选择，是我看见了这个模式，然后我断开这个模式。不然其实我在这段关系，你说幸福吗？很幸福。可是我回去复盘的时候，我也都可以列出什么时间点，我其实就知道这段关系在给我内耗的感觉。可是我都用那一些很美好的画面、很美好的幻想、很美好的对，我觉得我们也很幸福啊的这种自我说服，然后去掩盖这件事情的事实。你说最深层的那个，没错，你明明就看见了，但是你不想要去承认的那个。因为承认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承认就像自残一样你就是要承认自己不够好吗？或者是说，我觉得那个承认是，我觉得在情感上面最容易出现的情绪是，我在我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没有好好保护自己，所以在分开过后其实会有很强烈的自责感。所以我觉得当下我也是走到现在，我才终于可以很承认的去跟我自己说，我的确并没有好好的在那个时候保护好我自己，并没有好好的把一件事情的本质看得很重要，因为我把我的感受放得很后面。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够强大，我能够保护你，就由我来保护你吧的那种感觉。可是事实上是在这个保护之下是不对等的保护。我觉得在这个不对等关系跟不健康的关系越久，你就越难走出来，就跟赌博一样啊。我觉得这是一模一样的心态。你今天可能下注了多少钱，你已经投了一定的钱进去，然后你有回收，有时候打平，有时候多了一点点，然后有了之后你就觉得那我下次再投更多，也许我就会收获更多。殊不知下一次并没有收获更多，可是你有过收获的经验了，你就觉得那我再赌一次看看一直赌。对，我觉得有时候谈恋爱就像赌博一样，那你就是在赌之后你就发现好啦，有回收一点点，可是没有我想象中多，可是有没有？有，好，就感觉有就是一个很棒的象征了。对，然后殊不知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投进去的心力更多，那些其实是更多的。所以有时候这就是一个赌徒心态，你会期待很多事情也许会有奇迹，然后也许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然后也许会有改变，我们就会陷入在这一个重复的模式里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真的耶。那这个赌徒心态我觉得也是来自于欲望，来自于自责，来自于贪心，这一些低频的能量其实也是很强大的。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高频跟低频的能量它虽然有低跟高之分，但它的在能量层上面的能量强度是一模一样大的。没错，你知道自责的能量有多强大吗？自责能量是可以吞噬一个人的。自责的能量跟爱的能量是一样强大的。所以当我们的灵魂不小心就是在交叉口上面，好，我选择我要自责，我有点贪心，我要有一点期待的这一条路的时候，你就会瞬间陷进去，你就会被那个能量场包围到，你忽略那一些很强大的爱滋养自己才是对的选择的那一条路。所以我刚刚所讲的业力这个东西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你选择哪一条道路，你就会瞬间陷进去那一个平行时空里面，然后它就会在里面翻滚，然后直到你受不了之后，然后它会再给你一次选择，你要不要往另外一条路走了。你真正断掉那个业力模式，就是在很痛苦越来越赌徒心态越来越深的时候，你知道越深越起不来，老天爷都一定会给你机会再次往正道走。如果你可以在中间或者是说在一定的程度及时停损的话，这个业力模式就会被你斩断。可是其实就跟赌博一样，就是你投入越多，你越难起身跟越难清醒。
所以给自己设定一定的界限是，当我们能够从此刻开始扬起这样子的状态，你开始真正明白给自己设立界限，跟给自己有很多的停损点，然后跟看清楚模式，然后走向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越不容易轻易下注。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人类层上面这一生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东西。所以很有趣吧，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这一个循环里面其实是可以结束的，但那个完成业力它其实只需要也不用做什么大事情，其实你只要做3件事情就好了。第一个，养成觉察的习惯。我觉得我可以在上一段内耗的不健康的关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可以马上在我意识到问题真的很严重的时候及时断掉。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日常的觉察习惯救了我自己。我觉得我在2025年断掉的一个业力模式其实就是圣母情节这件事情。可是这个东西早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然后它是我觉得宇宙它真的都会用不一样的模式去告诉你说，我们该要斩断这样子的关系咯，该要重新去看见你自己的价值咯。宇宙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去让你看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是在感情发生，是在人际关系，我的友谊上面发生。在友谊上面我发现为什么身边陆陆续续一直有人在离开。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在我的友谊上面陆陆续续都有人再去淘汰更新然后离开。然后呢，每一次有人离开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很深的问自己说，我们两个为什么会互相吸引，然后而为什么此刻我们又是互相频率又不对等了。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去觉察这之间的模式，然后才慢慢的，一开始我在看到我自己的圣母情，我不是一开始就看见我的圣母情节，我一开始的时候反而会跟自己说，我做错什么事了吗？对啊，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待人友善，然后毫无没有邪恶的意图，然后也没有想要利用或者是如何，我也很信任大家。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件发生？然后我一开始都没有发现我是圣母情节。我一开始第一个觉察到的事情是，我的阳性力量过强大。就好像我在太强势，对，我可能我的确对你没有任何的意图，跟我没有想要从你身上获得什么，可是我的强势感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然后我才发现到说，原来这份离开是要我学习这个。然后可是强势这件事情它其实背后很深耶，强势同时也在疗愈我的原生家庭议题。为什么我会这么强势？我会这么强势也是因为过往我太想要证明自己了。我在自我价值怀疑其实有些动摇的，没有那么肯定的。可是我第一层看见的只是我很强势，然后我可能有控制欲，然后后来又发生了我生病的事情嘛。生病就是我身体不适，然后我在家里躺了一阵子这样子。那一段过程当中也让我意识到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决定我的生命会怎么样子走。就是那个层级又从人际关系来到我对于生命上的意义了。对生命这件事情的失去离开跟这个生命会如何发展，然后回到自己，我才发现到说原来我有很强大害怕失去的议题。所以那个害怕失去它也会衍生到很多不同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又回头过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不单单是我很强势，而是我内在还有一个害怕失去的恐惧。所以我又更深层的了解那一个到底要我看见的业力模式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又发生了情感上的结束嘛。情感上的结束是让我真的大彻大悟，知道说原来我有依附，跟我太想要透由照顾别人来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跟来去守护一段我很想要紧抓的关系的那一种匮乏感。然后我才真正的去看见到说原来我有这么深层对于这方面的恐惧。这也算是不安全感吗？我觉得是。发生了从年初到现在这一年，我都觉得我大概过了3年，我所经历的东西大概是3-5年，就是可能以以前的时间线来讲，就是这个人可能要完成这个课题要花个3-5年，我真的觉得我用1年就把它修到这个阶段，我累死了，真的好累哦。所以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阵子发了很多 Reels 短片，其实都是在阐述我这阵子所经历这些感受的日记，跟我自己内在消化的很多很脆弱的那一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我年初的
长相也好，或是我的气场，然后你们再看我年底的气场，我觉得我柔和很多了。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比较柔和啦。所以你看哦，短短的1年内你们现在你看从听众又成为我的工作伙伴，你们又很贴身的在我身边，你们也知道我这阵子发生的事情，我自己都觉得我变很多。你知道我前阵子我还在跟桑迪看我之前的影片，我之前的 IG 上的我看了一下，我都觉得说妈呀，这谁啊？差很多，差超级无敌多的。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总结到现在，我也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看见我自己惯性反应跟很深的像蛇一样蜕皮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要感谢都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累积的觉察习惯。所以让我在经历很多的失去的时候，然后很深层的直击我内在最不安最匮乏的那一块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把自己好好的中轴稳定的捞回来。我觉得这个是觉察这个习惯所带给我的礼物。所以每当我在可能3维的事件是失去，3维的事件是动荡，可是在更高的维度我都知道说，哦，这是一个模式，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我要去看见这个模式背后到底在教会我，到底在引导我看见的真相真实是什么。可是那些真相你不会一开始就戳到底，不可能，它就像是一层又一层的，你过往如何把自己包裹起来，你就是如何一层一层又把自己扒掉，像洋葱一样，就像洋葱一样真的。所以我就说今年是我的蜕皮年嘛，这个蜕皮年其实真的让我把这层很厚的皮扒掉了好多，甚至是我回过头来我也发现到说，原来这个议题其实是在我6、7年前就发生的。可是6、7年前我在疗愈的时候是疗愈我的原生家庭，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此刻现在足够的成熟度跟觉察力还有疗愈力去看见那么深的东西。可是我看见那么深的自己内在这阵子在瓦解的东西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5、6年前出现过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我现在有更多的智慧跟更多的力量去把这层皮扒得更深。所以疗愈它真的，我走到现在我又更肯定一件事情是，疗愈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真的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去探索。就包括前阵子 YT 上有一个留言嘛，就是说觉醒不就是不会有任何情绪感受跟反应了吗？我记得有一个留言就会讲这个，对不对？对，那你就不是人啊。对，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很多人都会说，觉醒不就是你可以看透人世间的那些红尘，然后你可以毫无波澜的去感受这一切。我会说不可能。觉醒是什么？觉醒是你跳脱你的3维人类的身份，你发现这个世界原来它还有一层游戏的规则在运行。所以觉醒就是从 NPC 变成玩家。可是玩家是什么？玩家就等于你不玩这个游戏嘛，因为真正的你说到没有情绪、没有反应、没有波澜，是你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才有的状态。当你只要继续在玩这个游戏，你就是会被这个游戏的反应给触动到。这也是我们当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人类最棒的设定就是你有感觉。通常很多人说觉醒到没有感觉的人，我会说其实像你玩游戏一样啊，你玩游戏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情绪，你才会觉得这很好玩。因为你真的没有任何情绪，你这样平淡无奇的玩完，你根本就不会想再玩它。没错，就比如说好，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Candy Crush， 就是这种手指动一动的游戏，就是让人又爱又恨啊。没错，你看你都知道这个游戏从第1关到1000关就是一样的东西，你滑动一下，然后3个就可以解锁一个，然后叭，你知道这个游戏规则啊，你也知道你是因为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你才玩它的，然后甚至第1关到1000关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好难度有点变化而已。但是你过不了，你就是会生气。对，可是你想玩它，就是因为你还是会在玩的过程当中获得你很真实的情绪体验啊。而人类最需要跟人类的游戏规则其实就是获得这些情绪体验。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成为人类的时候然后拥有完全无感的时刻，不可能。可是所谓的觉醒，其实它就是在讲一件事情，是你能够知道这个东西在伤害你，
而且伤害本身的情绪痛苦感受也都很真实发生在你面前，可是你同时也可以有五维的觉知觉察，知道说伤害背后所看见的东西是什么。伤害背后其实是要让我们去又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经验体验，然后玩面对自己。我觉得面对自己真的是因为我们只有透过这些震荡，你才能够更了解自己是谁。而了解自己本来就是觉醒的目的啊。你会发现永远带给你快乐的不是因为你长得很漂亮，不是因为你过得很滋养，你非常的富有，其实你会感觉到活着真正很大的意义是来自于你又更了解自己了，你又更知道你自己是谁了。所以我这阵子最大的转变，我觉得是我终于知道为何我以前这么有防备心了，我终于知道为何我以前这么的想要用阳性的力量保护自己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在感情里面有这样子的圣母情节。对，没错。所以那一个我终于又更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很喜悦的真的很喜悦，而且那份喜悦会让你觉得这一些痛苦真实存在发生的情绪也很值得。真的会觉得很感谢，还是会很感谢。当然事件上有没有实际的伤害发生，有，可是回过头来你还是就上一秒骂完之后，下一秒就觉得我还是深深的感谢你就深深的感谢我又从这个剧情当中成长了。所以了解自己会是在我觉得我们经历这么多循环，这么多惯性模式，情感上的、价值上的、自我认同上的这些反应，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真实的人类所以我也想要鼓励大家说，不需要着急成为一个完全醒来的人，反而你的清醒是来自于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会越来越醒。我昨天才跟我姐妹讲，就是我很勇敢的离开一个会让我内耗跟不健康的关系，这个背后其实是来自于我还没有那么爱自己。可是我姐妹也跟我讲一句，她说可是也是因为你很爱自己，所以当你意识到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设立停损，而且离开了呀。我心里想说真的也许爱自己这条道路上它真的没有一个结果跟答案，可是你会在更认识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你又更爱自己了。所以我是因为不爱自己才遇到这样子的关系吗？好像也不是。可是你会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面的那个层级跟 level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那个时候我姐妹也跟我讲一句话，她就说你看你现在 level 越来越高，就代表说你未来遇到的所有人他只会也是越来越高 level 的人那这就是你成长的足迹跟证明。这段关系这个事件带给你好深的伤痛，可是它都是在你后面的东西，过去的你。那当你往前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已经不一样了，我真的不一样了，而这个不一样就是最大最棒的礼物了。那当然往回看你还是觉得说天哪，我为什么会当初怎么会这样你就还是觉得可是事实是什么？真正的事实是你现在站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所以我又带着更爱自己的自己往前了。那这个就是我蜕皮，就像蛇脱皮之后，然后它会长出一个更贴合自己适合自己的皮，这个就是地球的游戏规则。永远要相信你的生命轨迹一定会有褪去这件事情，一定会有脱皮这件事情，一定会有这个衣服大小不再适合你的时候可是就不要把自己硬塞进很小的衣服了长胖就长胖了是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要去舍弃那一些真的不适合你的衣服，然后穿上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东西。你知道我昨天超好笑的我鞋子很多，因为我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所以我衣服啊鞋子啊什么有的没的都很多。然后我昨天就跟桑迪说 Oh my god， 这双鞋我应该不会再穿它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过去认为适合我的东西，其实现在也都不适合我了，就可以丢掉了就可以桑迪就说那就可以丢掉咯真的耶，就包括我以前很爱穿布鞋，我非常喜欢爱穿布鞋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只穿凉鞋拖鞋，然后或者就是露脚趾头的高跟鞋，更舒服对我发现更适合我现在的气质。然后我就看了那些鞋子，我发现有些东西真的已经不适合现在了，那就把它丢掉吧但我们也不会说丢掉了好可惜，我觉得过去了我会觉得可惜，因为我还不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我是一个界限感还没有那么清楚的人，可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真的不会再穿它了，那我就可以更果决的去断舍离掉这些东西。所以界限的养成或者说气场的养成，其实都是在觉察后你停下来
不着急反应，不着急讨好，也不急着解释的时候去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呢最后你的选择一定会变不一样，而这个就是终结业力循环的最重要的关键行为。我在经历很多的失去的时候，我觉得不着急解释帮助我蛮多的。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很着急想要解释自己的人，我想要让别人知道说我很有觉知，我很有觉察，我知道我在干嘛，所以我会很着急的去马上快速的去定义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候太快的去做反应跟定义一件事情，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所以我还蛮建议，就是每当大家在经历这一些需要你觉察的事件的时候，先停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消化这整件事情，等到你觉得你真的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创伤后的反应的时候，再去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复盘。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我可以在很快的从一段失去的关系里面找回自己的力量，是因为我知道我还在那个创伤反应里面的时候，我就先不要去急着定义事情。因为定义是什么？定义是我想着急让这件事情有结果有结论，然后有一个好，我在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句号就翻篇了，我就可以往前看了。可是很多时候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我是直到现在我经历结束上一段关系到现在1个多月吧，1个多月后我才跟我身边的人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才可以真正安心的把这一段很真实的情绪好好的去表达出来，然后好好的去陈述出来。可是我先说，并不是说这段时间你要自己一个人消化，你一定要找一个信任你的人陪伴你去消化这些东西。可是当我可以公开的跟大家讲的时候，是我终于知道这个模式，我终于真实的看见这个模式的时候。那为什么不要着急去下定义呢？因为下定义代表你要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要选择带着防备心往前，还是我选择真的都理解这整件事情对我而言的意义的时候再往前。所以不要在还没有消化完这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做决定。我们还没有消化完就马上想要为这件事情翻篇跟下结论的时候，你可能会切进一个也没那么适合你的平行时空。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因为这阵子我身边很多人经历了失恋啊，然后或者是离开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嘛，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3-5年都走不出来。我觉得这是人性会要去经历的那一些挣扎。在还没有真的完全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要透过马上进入下一段关系，因为太痛了嘛，那我不如就先赶快进入到下一段关系，然后至少那些伤痛的感觉会有一点点被抚平，因为你会觉得还是有人爱你啊，还是有人看见你的价值啊。可是当你马上做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你其实就会进入重复的业力模式啊，你不会真正的从这一个痛苦当中学到。所以我蛮建议大家在经历一个很大的创伤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透由刻意的填补生活的空虚感，而进入到一个其实不会滋养你的朋友圈、社交圈，甚至是感情里面，因为它会很容易让你麻痹自己，然后忽略你应该要去好好面对自己的时间跟最佳的滋养时期。所以不急着做反应，给自己的就是好好的去陪伴这份痛苦，要留一个空白期。没错没错，真的留空白期很重要，因为你没有给自己真正好好的明白，而那个明白是不可能很快的，不可能很快，哪怕我此刻可以明白，可是我都知道我情绪反应还没断。情绪层的反应是最难断的哦，哪怕我是一个疗愈师，我天天帮自己做疗愈，我天天帮自己断这个情绪层，可是你会很轻易的，因为对方也还在吸引你，就算你切断了，可能对方也会因为某个事件又把你们的线接回来了。对，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层、生理层、灵性层都还没有断掉的时候啊，太快的去展开新的生活会蛮危险的。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每当你在经历一个很大的震荡、业力反扑的时候，最棒的方式就是停下来，停止，然后让自己维持基本的生存模式就好了。就是会呼吸，会吃饭，也不用吃很多，会喝水，好好睡觉，然后喝个水，然后也不用逼自己吃东西，你不感觉到饿就没关系，但至少喝个东西，然后让自己维持基本的生命迹象让这个情绪好好的被消化。我也要鼓励大家，情绪真的是可以透过你每天不断的陪伴自己，时间到了高龄会放过你
会，可是很多人都等待不了，就会觉得好痛苦好痛苦，好，我要去喝杯酒，我要去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你并没有真正给自己时间停下来。所以结束业力模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着急解释，然后每天都做一些改变，而那些改变都是回归到一个东西叫做爱自己。我怎么从这个很业力模式走出来，其实是经历很大的创伤之后，然后我开始意会到，如果我没有去做一件滋养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我这个人会烂掉。我有一个很深这样子的感受很严重啊！上一次就是6、7年前的时候，然后这一次又长更大了嘛，然后再一次经历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不让我自己一个人，而是我让我身边爱我的人都尽可能的围绕在我身边就包括我依然持续的社交，可是那个社交都是跟自己最亲近跟最信任的人社交，然后让他们陪伴在我身边。所以我这段过程当中，就比如说好险那一天我不是去野餐吗？就是好险有想象，我就会想说走，我们出去野餐今天我们来疗愈然后我有把我自己拖出门，才让我真的感受到阳光、土地、大地的滋养，那些最原始、最不会变的东西，最天然、最纯粹的东西，然后去滋养我自己，去做一件真的能够爱自己的事情，就会让你在信念上、情绪上、感受上进步一点点。真正把你拉走的不是喝酒，真正把你拉走的是回到最纯粹的频率里面。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要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好，因为那就是你最纯粹的频率。可是如果你选择反而让低频冲刺你的生活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低频它不会扬起你、滋养你的气场，它可能会让你的气场破更大消耗。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是，在我们现在你看还没有经历痛苦，对不对？回去的时候就列一个清单给自己，列爱自己的清单。你认为能够滋养你这个灵魂有哪些事件可以去做？比如说第一个晒太阳，第二个喝温水，然后第三个浇花，然后第4个吃你喜欢吃的，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纳豆，然后就买纳豆在冰箱，我喜欢吃冰棒，买冰棒在冰箱。当你在有觉知的把这些条件列出来的时候，你经历一个很大的事件，你身在那个恐惧里面的时候，你的那一丝的灵魂的意志力会把你拉回来，然后让你的身体去做那一些会滋养你清单的事情，而那个才是真正高频的自我疗愈。那如果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到底想要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会不知道，只是没有给自己时间列下来。可以问小雀。可以啊，可以问小雀啊。我记得我一开始蛮常引导我的个案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很不了解自己，你让小雀给你想法跟建议，然后去找到那一个你真的有感觉跟共鸣的一些事情，然后去做。因为像我自己真的每一天，比如说我这阵子新的兴趣就是攀岩，然后我又去了一趟清迈疗愈了自己，然后画画，对，然后我又跟身边很要好的朋友持续保持社交，然后请他们来家里陪我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让我还蛮快的从这些情绪反应当中抽离掉，然后有让我真正看见其实我的价值在哪里的这件事情，有被滋养到了。真的有被滋养到。所以当你被滋养了，你才会做真正适合自己的选择。所以现在脱皮后的我觉得我又更认识自己。很多人都说月月你好了解自己，我觉得我是了解自己的人，可是我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了解自己。比如说我在感情上其实就没有那么了解自己，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以前都没有列过我自己未来理想的伴侣的特质，因为我可能因为圣母情节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圣母情节会让我很容易吸引一种人，是需要被疗愈的人对，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未完成创伤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感情里面不内耗才难，对吧？我看见这个业力模式之后，我就跟自己下一个很大的决心，是我要停止这个模式。可是停止不是说我跟自己讲说 no 我要停止，而是我做了一件往前走的事情，是那我要什么？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问自己我要什么，
就像是我刚刚讲的，很多人不知道原来爱自己清单要怎么列，一定是你很不爱自己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列了。我开始知道要怎么样爱自己，也是我在过去的一些生命经验当中感受到很深的不爱自己，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爱自己。现在我在感情里面知道，原来这样子的感情模式不是我要的，那我要什么？然后我开始把它列下来之后呢，我才发现说 Oh my God， 我以前真的是从来没想过对啊，因为你不知道你要什么，所以宇宙给你什么你就接收什么。对啊，对。然后我是真的列下来之后，我现在看人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要讲怎么样讲？你说那个人的脸上会出现的第一条金单，第二条金单有，因为就比如说我去清迈的时候，当然也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可能我以前会被某一些特定的气质吸引，然后我的确有遇到我觉得如果是3个月前的我会喜欢的人的外在条件、能量、气质什么的。然后我以前可能就会觉得我有那个心动感，我有那个心动的感觉，好像就可以发展。但我现在能够看见的不单单是我的心动感觉，同样的事情是因为以前的我会把我放在很后面，对不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肯定适合你，我喜欢你是你赚到，所以我也可以很有自信知道你这个人一定会被我吸引。可是我忽略掉的事情是，为什么我要找一个，比如说我的能量状态在这，可是他的能量状态在这里，因为圣母情节，所以我会容易被状态比我低的人给吸引到，因为我想要拯救他。那我现在可以更有意识的知道说，我这个人是值得能量状态在这里，甚至是比我更高的。那从能量上的条件，从物质上的条件，我都值得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以前可能就会觉得，没关系，我赚的比你多，或者说我的生活条件比你好，都 OK。可是我现在就有一个很肯定的感觉是，没有，你一定生活条件要跟我一样，甚至更好。然后我内在给自己很肯定的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要找一个条件比自己更好的人。对，我以前其实没有想过，我以前就觉得我们能量上有共鸣，然后我爱你，你爱我，这样好像就是就 OK 了。但 no， 没有，我现在太清楚知道我要的不是 OK， 我要的是适合、符合，然后我要的是他可以带着我成长的人。可是因为以前你会有这些概念，大家在听我之前 podcast 你都知道我内在其实有这个概念，可是我真正在看人的时候乱看因为业力模式没断，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业力模式。我明明都知道这些东西，可是我在选择的那一刻我没有面对我自己，我在选择的那一刻宇宙还是会派一个会来在这里翻搅我的人，然后共同经历些什么，然后让我成长。所以知道跟真的身体上会去做到，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对。可是你好像有些时候也是必须走一遭，你才会真正的下定决心说我要斩断这个模式了。那不斩断会怎么样吗？就继续不会真正的快乐真的不会真正的快乐。举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可能在经历一个情感创伤，然后马上找下一任。他可以看起来很幸福，他可以看起来有人陪伴，但事实上他内在很难达到真正的喜悦，只有你自己知道。这还有自我价值的认同，那才是最大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的生命要怎么样去体验。现在的我要的不是那一种很简单的爱而已，我要的是很深层的滋养。我要的不是陪你，你陪我，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们可以在一个空间不讲话也没关系。我要的也不单单是这样了，我要的事情是对，我要的不是平凡，我要的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真正的成就，真正的往前。可是每个人的往前的定义又不一样，所以你会随着你的生命经验，你的定义变得不同。对啊，然后你所吸引来的人事物就会不同，所以没有好坏。我们可以去看一件事情是，你去看看你跟你1年前的你比起来有没有变得更好。我觉得如果有的话，那你就是在进步了，那你就是在无形中也断掉了很多不适合你的业力关系。可是如果你发现为什么这个情绪1年了还没散，2年了还没散，5年了我怎么还在被这件事情感觉到胸闷然后窒息，代表你没有断掉，代表你没有去看见它。没错。其实很多人为什么情商走不出来，或是原生家庭的议题走不出来，就是因为这样啊。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模式断掉，所以总是有一条线在牵引着你，然后一直让你生理上很不适。所以就是回过头来去看，你觉得你找的对象有进步了吗？你的生活圈有变得更好吗？你的事业、你的物质条件等等这些方面，你都有在一个你喜欢的路上前进，还是妥协的路上前进呢？你现在心中马上浮现的答案就是你此刻的状态。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家族业力，你们两个好可爱哦。好，为什么你们对家族业力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是不是很像那种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然后就会压在你身上。但是以前人好像都说风水，就是每次都会怪到风水跟业力有什么关系吗？好，我先来讲讲家族业力好了。其实家族业力不是祖先做错事哦，而是因为有一些情绪、信念、角色它没有被整合完成。在家族业力，它其实跟集体意识也有关系，比如说观念的灌输，就像重男轻女嘛，或者是女生一定要牺牲自己，然后女生要当家庭主妇，或者说男性世代他们的情绪压抑，就好像男生不能表现自己的情绪，不能哭，对，不能哭，然后或者是对金钱的恐惧，对于人的不信任，这其实是会透过信念上的传递，然后一直传到这里的，会传到下一代，可能是教养的方式，或者是你的情绪氛围，这其实就是家族业力。默默传下来的。但我先说，就是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要让你去体验这些祖先给你的东西，或者是整个社会集体意识给你的东西，很多时候并不是要你去体验，而是要从你身上终止。真的，你知道我前几天我才跟我妈讲，我就跟我妈讲说，我很开心我在这个阶段学习到更深层的爱自己这件事情，所以我终止了这个家族所给我的观念。其实我家庭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传统到一个不行的家庭，然后甚至是我小时候164公分哦，然后58公斤，我的腿比较粗，然后我屁股比较大，然后我的家人会跟我说你怎么这么胖，他还会说如果你瘦到55公斤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这一句话看似在奖励你。小时候的我会觉得这句话是奖励哦，可是长大后的我才发现 Oh my god PUA 这是情绪勒索Oh my god 我那时候还真的想说好，我就要瘦到那个公斤数，这样子我就是一个被认可的人，我就是一个在家族眼里是一个在他们标准内的人。可是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句话就是在很深层的否定我，然后所以导致我又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身材焦虑。我就觉得说我腿那么粗是不行的，我屁股那么大是不行的，我就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应该要很白还是怎么样的。可是当我突破了这个模式之后，我的家庭就是我整个大家庭里面，你能够看见他们的确活在某一种审美里面。当然你成为那个审美的样子，比如说你很瘦你很白，会不会被称赞？会。可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内在喜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自己心中会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了，没有啊，我觉得我瘦到这么瘦我也并没有比较快乐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更勇敢的把自己晒黑，然后成为我真的想成为的样子。我现在此刻依然是164 58公斤哦可是反而身边的人就突然对我的评价不是你好胖了，而是我好喜欢你的身材，我好喜欢你运动的样子，我好喜欢你的肌肉线条，我好喜欢你把皮肤晒得黑黑的。所以当你能够去切断这个家庭给你的信念的时候，其实这个业力模式就会在你身体里面断掉。就是你也很爱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你就会吸引到那些很喜欢你这个样子的人出现。没错没错，所以一切它都是由意识所组成的呀。我前面就在讲了，业力它其实就是你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当你选择你要进入同一个循环模式，那不好意思你就会一直经历这件事情。可是当你选择不一样的意识形态，而且你选择意识形态是基于爱自己跟滋养自己跟认同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切断那一些会让你感觉到低频的所有信念跟所有语言跟环境。所以家族的信念系统其实就是这样，而每一个人在进入这个模式，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你透过自我修行终止这个模式。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我很感谢，我相信我的小孩，你的孙子孙女，他们不会再经历跟我一样的事情，他们会更有觉知更有智慧的看见这个模式，看破它之后完全走出不一样的道路，会更自由。对，他只会更忠于自己跟更自由。家族业力它听起来好像很庞大很可怕，然后好像很邪恶，但事实上它就是让你看见这个游戏规则然后去打破的。就这样，就觉得到现在可以保持觉知的意识到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会觉得很感谢说我的小孩不会再经历这件事情这就是我此生做的对这个社会最棒的贡献真的，你想想看，你把你自己爱好，你的小孩就不会跟你经历一样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是一个你在拯救一个生命所以
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在拯救这个社会的集体意识。你的孩子不会重复一样的模式，甚至是你的孩子会因为在爱里面长大，去帮助更多的人。不要去小看自己在突破的每一个关卡，不要把自己当 NPC， 把自己当一个游戏玩家，你就会重视自己的每一份珍贵的体验，而让自己更快的从那一些三维的想法当中抽离出来，真的会更痛快，非常的痛快。所以这些业力是不是此生注定要突破的？我会说，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投生之前我们都会有灵魂契约，所以这些灵魂契约都会让你去设定你想要学什么，你想要经历什么，怎么出现的频率，它都不是注定的，它就是跟你的自由意志有关系。你可以在10岁的时候就完成这个课题，你也可以在50岁的时候完成这个课题，这完全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有在听这个 podcast 听众，我相信当我们能够放过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此刻完成是最好的。可是此刻完成，我们要所经历的痛苦也不会少痛，真的不会少痛。就是课题会来，可是痛的程度跟次数会随着你的觉察程度而减少。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说，太好了，我在我人生这个阶段遇到这么大的分离的课题，然后感情的议题，我就会在这个时候完全的断掉这个模式。所以接下来我只会越来越好，我真的只会越来越好。我就不信我现在看见了我的灵魂还会把我丢入一个可怕的环境，不可能，因为我的意识跟决定跟选择都变了啊，那你又如何会遇到同样的东西呢？所以给自己，我想要给你们很多很多的信心，就是真的做出不同的选择的时候，你的人生剧本真的会改变，真的会改变。你重复的情境会消失，你的反应会变慢，你不会立刻讨好或是立刻爆炸，而你的关系的品质也会改变，你不会一直进入拉扯，你会有更多的平等，你说话的时候更容易说真话。所以这些生活上的安静都是你好好面对自己的礼物。所以也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发现此刻年尾的你跟年初的你不一样了，那你就是在改变了。接下来只会有更多更不一样，而且 level 更高，然后更高品质的生活等待着你们。没错 OK，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那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事件会重新包装的在你面前，但是你没有办法发现呢？好，我先说会不会重新包装在你面前，会。因为我之前的 podcast 都有讲过，宇宙它给了你一次的大考之后，你忠于自己的选择之后，它有时候就会来测试你是不是真的学到了。小考。对，所以它会重新包装在你面前，然后只要有保持觉知，愿意停下来跟愿意改变的人，他一定可以辨认得出这件事情的模式。然后可以在事情还没有爆炸的时候，你就可以及时的停损。我前面就有讲啊，解除业力的3个模式是什么？第一个觉察，第2个停下来，不要马上做反应，第3个呢就是做出一点点的改变，哪怕只有1步 5% 的改变，它都会让你成为一个在往前进的人。 OK， 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哈。来，所以你们今年断掉了什么业力模式呢？上一份工作很好。我也是工作跟感情都是工作跟感情都是一起断。好棒哦，我们一起切好开心哦。我自己也断了好多我觉得我真的最大的断掉是那个硬撑着的自己，过度保护自己跟过度想要给予的自己的模式吧。根本他工作也是硬撑就撑到最后，工作也然后是他就是真的没办法了，那我就只能离开这样。我也是真的没办法了。那个都是被迫的，不是自己主动。所以我昨天也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有时候我们可以重复看见一个模式，可是你要主动打破它还是被动打破它，它真的也是自由意志对呀，人都有一定的韧性跟扭，所以蛮多时候都是宇宙被迫让这件事情停止，然后让你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东西不得不前进的时候，但其实我们是可以主动切断的。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议题现在来到一个我觉得很舒服的状态，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来到很舒服的状态了，但是现在还是会给我一些小考啊。可是当小考出现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的辨认出说这句话我不接这个能量我不收，这个东西是你的，哪个东西是我的，所以我可以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停止这个想要偷走我能量的那一条线给切断，这个是我主动做的事情。可是我以前就是看见了但是没有切断，所以才让我经历了很多东西，然后不得不去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跟面对。
所以它真的都还是一个议题，它不会有完成的一天，可是它会有不断来考验你，可是你能不能保持觉知觉察，一次又一次选择爱自己的一天。所以呢，鼓励大家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如果你正在经历跟重复某些人生课题，也不要急着去责怪自己，更多的事情是有时候当下你就是没有选择啊，你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选择另外一条路，当下你为了保护自己，你不小心进入了的重复了同样的模式，而现在你有了，你现在大家会走入觉察，就是因为你有足够的力量了。所以我在6-7年后我才真正的切断这个重复的圣母情节的模式，花了一点时间，可是好险我现在的我切断了。如果现在的我已经切断大部分的话，那我之后只会越来越好。我往前看我就发现这条路很一片光明，真的是一片光明没错。所以当你此刻开始看见停下选择不同的时候，你就是在改写你的命运了。OK， 那我们接下来呢，来抽一张月相神谕卡，来给聆听这集听众的 Podcast 聆听这集 Podcast 的听众一张指引跟祝福。 OK， 好，新月在双鱼座，冥想与沉思。其实想要给这集有关于业力的听众祝福跟指引，想讲的事情就是放下旧的故事，然后让新的灵魂状态开始重新流动。因为新月它代表什么？新月它代表重启，然后它也新的开始，没错，新的开始，新的循环，种下新的意识意图，然后旧的篇章也要结束了。所以呢，双鱼座它代表的又是潜意识的能量。所以很多人说双鱼座很多情绪感受，就所以他情绪很深层，他的灵魂记忆很丰富。讲好听一点的是吧？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张卡在这一集出现，也是要高龄跟大家讲说，你之所以会听到这一集也都不是偶然，所以你的灵魂也已经准备好结束一个旧的循环模式，迎接新的篇章了，也很符合的确在年底的时候大家的集体意识能量。那这张卡在对经历这些业力的人想说什么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已经走得够多了，你的课题不再需要透过痛苦来证明自己走过。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其实会觉得好像就是要经历很深的痛苦才能够往前，但是呢，对，是的是的，人类有时候就是需要透过痛苦然后来让你自己意识到说做这件事情会痛。可是有些人会沉浸在好像每件事情都要痛苦我才会往前，就没苦要硬吃。真的是没苦要硬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刚刚讲到主动跟被动的议题嘛，如果你已经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好累，然后你也问过自己说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了，答案是可以，请你主动的切断，主动的停止。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最好的一个选择是，我在意识到我在进入这个内耗的情绪的时候，我主动停止了，跟主动断掉关系，主动的去跟自己说 no， 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他要去面对，如果他不面对，不好意思，走，头也不回的走，痛了痛过就好，然后让自己停止，然后这个时候呢，业力就会开始松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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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宇宙就会开始帮助你。然后也要跟自己说，你知道双鱼座啊很容易同理跟理解别人嘛，就是圣母嘛，就是会，对，没错。所以这张卡牌也是要跟大家讲说，不要把你的人生绑在这个你其实不需要承担的剧情里面。你会想要合理化伤害，然后会想要原谅对方，然后会想要过去是定义现在的自己，好像我只要现在原谅他，我的过去就不会被否定了。No， 其实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此刻的你就是要把自己放在最第一位，勇敢的抛掉那些不适合你的东西，然后勇敢的去迎接新的东西，然后相信接下来你的人生只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有在觉察跟做出改变。所以呢，给自己一点时间，如果你在经历情绪翻涌、旧的记忆浮现、某一段关系、某些人生感到疲惫的话，那就代表说有些东西在松动了，而且这个松动是对你好的松动，那就开心的去迎接这份松动吧，尽管它可能会让你经历一个失去跟不舒服，可是呢很值得。OK， 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希望听完这集 Podcast 的人都可以相信你的人生只会越来越好，而且你每一天都可以活出自在的游戏模式。希望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一集 Podcast 见咯，大家拜拜，拜拜。
我来工商一下。我们接下来呢，在1月24号的时候，在台北艺术中心有办一场有关于马年的新年派对。我们邀请30位已经觉醒的地球玩家们来到这个空间，跟着我们一起从下午到晚上有一个仪式。无论是从一开始把所有玩家们聚在一起，能量交流，到显化版，到我们做声音疗愈，然后再到最后的火能量的仪式，会是一个帮助大家开启新的一年很棒的一个聚会。那报名表单呢都已经在资讯栏，所以有兴趣的人大家都可以上去看看。希望我们可以在今年的启动之前跟大家有一个很棒的互动跟疗愈。